我倾向于更广泛的考虑这些事情，包括整个受众，其中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您的理想客户，或者不包括您的客户，对吧？友人、相邻。您的利基市场中对您正在做的事情感兴趣或对行业感兴趣的人，像记者、分析师、风投，甚至可能像其他品牌一样与您分享受众，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竞争对手的人。我倾向于以这种方式思考整个观众，所以这是思考它的一种方式。另一件事是，当我想到理想的客户时，也会想到的是快速找出谁不是你的客户。如果你创建了一个 B2B SaaS 产品，很容易觉得，我的所有客户都是人力资源领域的每个人，或者每个人都是技术项目经理。但你可能会很快了解到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也许你的理想客户实际上是，你知道，中小型企业，如100到900人，他们符合某种特征。所以也许我会在那里停下来，从弄清楚谁不是你的客户开始。我想到的一件事是时间尺度。那么，在您的业务生命周期中，您的理想客户将如何变化？对于一个非常早期的创业公司，你可能会想，好吧，在接下来的3、6、9个月里，你的近期目标是什么？您需要什么类型的客户来实现这些目标？因为它可能不是收入，它可能是洞察力，它可能是关于某个过程的知识的获取。因此，这是我作为一家早期创业公司开始考虑的一件事。然后只是缩小一点，我们认为，我们针对的是公司，但这些公司是由具有某些行为、动机和需求的个人组成的。通常，在 SaaS 中，我们有一个与最终用户不同的经济买家。我喜欢从最终用户开始，必须有真正的需要。因此，利用这一点，真正进行用户研究，以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什么，他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，您正在帮助他们的工作，以及您可以解决的那些问题的哪些部分将创造最有价值。归根结底，我们需要留住客户，因此让他们通过门只是第一部分，无论是进入试点还是试验。因此，我们真的需要在更深层次上理解这些。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客户与我合作，更多的员工和软件公司派我，当他们给我发消息和定位等等。他们包括更多这样的东西，比如线的上方、线下。我觉得我们已经从会计和其他东西中拉开了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条线的上方往往更像是经济买家。他们正在把现金拿出来，他们想知道有多少现金返还，而不是线以下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户。比如，这实际上如何改变我的工作？这如何改变我的生活？这是2个不同的角色，我们可以称之为角色，但我认为很多时候会混为一谈。我认为在很多统计数据和软件公司中都是如此，但我们最终将其混为一谈。我们就像，好吧，我们需要以2种不同的方式传达2种不同的信息来谈论这些事情。我认为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看到阿曼达所做的工作，这是围绕着观众角色的想法而产生的火花，并且有一个更好的想法，而不是试图通过他们的个性来定义这些人，他们使用什么社交媒体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如果你真的围坐在一张桌子旁，没有人知道你的买家使用什么社交媒体，我们可能需要与更多的人交谈，而不是坐在桌子旁互相交谈。我们可能应该开始与客户交谈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容易，这是一件非常容易说的事情。我去过大型 SaaS 公司，客户就是这样，就像奇怪的围墙花园。作为营销人员或产品人员，你不能与他们交谈太多，或者我甚至听说过一些公司，我们的客户不喜欢我们联系他们。就像，这很奇怪，可能有一些事情需要弄清楚。我在这里要补充的另一件事是，这很重要的真正原因。我认为它的核心是所谓的报价设计。在 SaaS 和软件中没有谈论它，因为很多时候它只是假设的。软件应用程序是报价，对吧？
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报价。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考虑我们的客户。我们可以做挑战，我们可以做课程，我们可以帮助解决障碍，我们可以提供通勤，我们已经谈到了一点点社区，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社区，我们可以提供保证。很多我没有看到任何 SaaS 公司像，嘿，如果你没有在30、60、90天内完成这项工作，我们有这个非常疯狂的保证。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保证。但是你在信息产品世界中看到了这一点，这往往是一个小小的垃圾邮件骗局，但他们真的很擅长。我认为 SaaS 公司可以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，它直接关系到你的角色是谁，以及我们为他们提供什么。